老头拿出一本包浆的《金瓶梅》，递给了一个13岁的女学生。给我念念这个。女孩才刚上初2，根本看不懂书中的香艳描写。不过作为来敬老院献爱心的她，也只好听话的读了出来。娇绡帐内一状一冲，这一个玉臂忙摇，那一个金莲高举。老头听得如痴如醉，此刻就仿佛成了书中的大官人。听到兴起时，还一把抱住女孩的头，使劲亲了一口。女孩顿时被吓了一激灵，擦着恶臭的口水就要翻脸。可老头却不慌不忙，毕竟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好骗。那个傻妮儿，爷爷那是喜欢你啊！初二不是？耶，初2能认识那些字儿。中，爷爷呀，好好给你写一个评语，这可是咱爷儿俩的秘密。可不行让别人知道啊！接着念。有了老头的评语，曲靖果然受到了学校的表扬。可想到老头刚才那红光满面的模样，他就越发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于是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还是将此事告诉了思想开放的闺蜜。而张雪听完后，瞬间就有了个大胆的猜想：这老头不会就是那个强奸杀人犯吧？就在几天前，他们所在的小县城发生了一起奸杀案。一个刚考上技校的女孩赤裸着全身，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被扔在芦苇荡里。法医老曲通过勘查，发现女孩生前遭到了多次侵犯，并且在她的大腿根部还刻着一个类似手里剑的十字图案。职业生涯首次碰到这么大的案子，老曲想要多拍几张照片取证，可局长却嫌他浪费胶卷。哎，我说老许啊，你拍2张就行了，省着点用。行，我知道，局长。哎，我就再拍这1张啊。谁知了吗？人家是大学毕业。老曲虽然是警校出身，接受过专业的教育，但当时 DNA 技术尚未普及，这导致案件的追查十分困难。而曲靖在听完张雪的猜测后，便打算替自己的警察父亲出一份力。他先是以干活的名义留在敬老院，然后旁敲侧击地从他人口中打听老头，最后得知老头经常外出，甚至有时好几天都夜不归宿，有着很大的作案嫌疑。于是他火急火燎地赶到警局，结果却发现嫌疑人已经被刑警老张抓获。父亲老曲此时正在审问，但越审就越觉得此事蹊跷，嫌疑人已经承认了自己杀人。可当老曲问他怎么杀的时，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旁边的老张见状，立马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匕首。是哪儿来的？他们家经理找着的。是啊，这把刀你多少钱买的？多少？17。什么？37。再说个数。我忘了。看着嫌疑人手腕上的勒痕，老曲瞬间意识到了什么，他正要刨根问底，老张却一把将他拽了起来。干什么？我说老曲啊，差不多得了啊！什么叫差不多？有完没完啊？你别哭，你有完没完？本来就没完！你俩这是做啥呢？老曲自己也想破案，但凡是得讲究证据，屈打成招是肯定行不通的。然而警局不是他家开的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嫌疑人擦点消肿药。但曲靖完全不懂这里面的门道，只认为已经抓到了凶手，也就没给父亲说老头的事。回家后，他一直盯着老曲从现场拍的女士照片，到了学校还用字典查强奸是什么意思。显然，正处于青春期的他对这件事有着极大兴趣，甚至已经到了吃不下饭的地步。老曲见状，以为他是挑食，便以过来人的口吻指责起来。这碗面30年前就能抢出人命来，你信不信？你们这一代人，一点苦都没吃过，在蜜罐里长大。见女儿实在不想吃，母亲便在一旁打圆场，让曲靖把晾在外面的月经带收回来。在那个卫生巾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女性用的都是这种布袋，可曲靖却拿着它，在几个老头面前挥舞起来。好玩吗？曲靖并没听出话中的取笑，甚至还觉得很有意思。结果刚进家门，就遭到了母亲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缺心眼，放什么？曲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生气，而母亲也从来都不解释，所以有什么不懂的事情，他只能问比自己大2岁的张雪。生小孩疼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们说你生过小孩，说在澡堂看见过你肚子上有疤。有疤怎么了？那是我割阑尾时候留的疤。你们这些小屁孩，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。见曲靖什么都不懂，张雪干脆送了他一本生理学的书，而看完更加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甚至还在半夜打开了父母的房门。可中年夫妻每天都只是呼呼大睡。
转眼到了周末，曲靖一大早便来到自己的秘密基地，站在废弃的集装箱上唱歌跳舞。可一首歌还没唱完，突然发现有个人影在偷窥自己，他一路追了上去，结果对方就跟受惊的老鼠似的，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由于最近发生的杀人事件，老曲担心女儿走路上学有危险，于是便修好了家里的自行车，打算让曲靖以后骑车上学。可看着比自己还高的大梁，曲靖心里怵得不行。我就教你骑车吧。那你给我卖个小车吧，就是斜梁的那种，我不敢骑大车。哎呀，小车有什么意思呀？白给我骑我都不骑。嘴上说小车是孩子玩意儿，实际就是自己不舍得花钱。他松开28大杠的后座，女儿依旧骑得有模有样，然后老曲便夸了一句，接着曲靖就摔了下去。哎，你活这没事。行了，今天骑得不错，以后继续练。行了，走了。你觉得这难吗？你还跟你说多少回了？你现在是个大姑娘，是吧？不能再叉着腿坐，多难看呀！偏着腿坐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以前？谁规定大姑娘就不能叉着腿坐了？我规定的。父亲从来不做过多解释，只会要求按规矩行事。重做。虽然曲靖每次都会听，但更羡慕没人管的张雪。其实张雪的父亲也是警察，但老张妻子因早年过世，他平时又公务繁忙，再加上张雪是女儿身，有些事属实不太方便，所以就很少对女儿进行管教。处于青春期的张雪也就越来越堕落，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人打交道，光是初2就留级了3年，气得老张不要不要的，对外声称自己就没这个女儿。给你涂点儿。要不涂个小拇指吧。放学路上，张雪优雅地骑着小车回家，曲靖则骑着28大杠跟在后面。可由于还不是很熟练，对面过来个摩托车，直接把他吓摔在了地上。父亲给他擦药时，得知他是在芦苇荡旁边摔的，可那根本不是回家的必经路，便让他以后不要再从那边过，毕竟前不久那里才刚发生了命案。可曲靖对此却不以为然。坏人已经将张雪他爸抓走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爸抓走的就是坏人？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他抓的就不是坏人？你说的都对吗？你是不是说我小车骑不快啊？啊？可是张雪他爸给他新买的小车比我这大破车骑得快多了。我发现你最近张嘴闭嘴怎么老是那个张雪？啊？不就张树林家那个老刘鸡墩子吗？他有什么好的？张树林都说了，他没那闺女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准你老和那个张雪在一起，听见没有？事实证明老曲的话是对的。第二天芦苇荡里还真出事儿了，里面发现了一辆红色摩托车，正是昨天吓倒曲靖的那辆，而它主人就趴在不远处的桥洞底下，并且大腿根部也被刻了一个十字图案，这明摆着就是连环杀人案。也就是说，老张抓的嫌疑人根本不是真凶。气得局长在办公室里对老张一顿批评，而释放那名嫌疑人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老曲头上。虽说这人并不是真凶，但也是个偷窥女厕所的变态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才被老张误认为了凶手，所以老曲并不准备轻易的将人放走。他故意在半路给嫌疑人解开手铐，然后就跟着同事在路边吃西瓜。嫌疑人一看这情况，当即从警车上逃走了。不过要知道，这里距离他家有着好几十里地，等他跑回家，也足够他喝上一壶的了。曲靖像往常一样在秘密基地练歌，结果又发现了那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而这次他悄悄走过去，终于是见到了对方的真面目。虽然只是个照面，但曲靖已经记住了他，并且还发现了他留在这里的录音机。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罪恶讲给你，把微笑当和戏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男孩很快被抓进警局，可老曲却不满地看向曲靖，好像犯错的人是他一样，甚至出了警局大门，还当面数落了起来。不是你自己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哪儿还像个学生啊？你那戴的是什么？把它给我摘下来，摘下来，给我，给我！你等会儿，你那手怎么回事？给我看看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要干什么？
弄成这个样子，跟刚抠了个死孩子眼似的。去回去找个刀片，自己把它刮了。你回来，知道什么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？行了，我看这次就是个高一的学生，他爸我也认识。但是这件事整个就是在为你敲响警钟呢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我刚才说那句话你听见了没有？这是两代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。曲靖没有经历过父亲年轻时的简朴生活，老曲也同样无法理解如今的校园时代。只因一个男生在操场上抢了张雪的小说，结果当天课间操的时候，有个自称张雪老公的人就闯进了班里。小朋友，告诉果果，谁是讲师？你干嘛？有事出来一下嘛。有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？我不去。哟，长素子了，小公鸡学打鸣呢。我媳妇儿说你欺负她。我没有啊。再说一遍没？再说一遍没有？你知道什么叫打狗还得看准吗？记住了，老子叫赵飞，赵子龙的赵，张飞的飞。以后听这俩字啊，就给我滚远点。还有，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招张雪，就是不给我赵飞面子。谁要是敢不给我赵飞面子，我就要他好看。自以为很帅的赵飞离开后，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，而话题最多的就是赵飞为什么会看上张雪。毕竟赵飞可是他们这一片的风云人物。曾经那个嫌疑人偷窥女厕所的事，就是他先发现并且抓住的。还有学校里教导主任偷西瓜，被西瓜主任追到学校殴打，最后也是他出面摆平了此事，最后还狠狠呲了一顿教导主任，在学生面前可谓是出尽了风头。而至于他为什么跟张雪在一起，有个男生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人家发育的好，都穿胸罩。作为同桌的曲靖看了看，然后又瞅了瞅自己的，心中莫名的有些自卑。于是下午放学后，他就只身一人来到内衣店，看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款式，害羞的指了指那件粉红色的。谁穿的？我。结果老板娘却白了他一眼，然后从底下翻出了一件背心。你穿的，穿这个，这个你穿上适合你。听到这话，曲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曲靖喊下棋的父亲回家吃饭，可老曲的心思此刻都在棋盘上，他已经输了一下午，而这局又陷入了劣势。旁观者还不断的出言嘲讽，女儿又不停的在耳边催促，多重压力导致他很快爆发。不是你这炮你放这，你走不走？人家不走，你迟早就把它扔了。出不鸡啊！我不走了，你赢了，中了吧？我来取法医。去神探，不中！喂喂，你走！看着父亲的无赖行为，曲靖只好满脸嫌弃的回家。而就在他和母亲吐槽的时候，老曲带着情绪从外面回来了，刚坐下就指使曲靖给他倒杯酒，接着又朝电视机发起了脾气。不是那这个电视台也开始不务正业。70周年专题书展等。这系列活动的开展，演点什么都得先放点广告。用书活动的蓬勃开展。第二天上学的路上，曲靖看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：两个老爷们正在地里刨坑，而他们旁边竟然躺着一个女人，那样子看着就跟死了似的。这一幕可把曲靖给吓坏了，推着自行车撒腿就跑。事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雪，两人很快就赶了过来。是这儿吗？这有什么可怕的呀？走，陪我烫头发去。很明显，当时的曲靖大概率是看错了，或者是因为紧张臆想出来的女尸，毕竟没有凶手敢在光天化日下埋尸。见张雪烫的头发很是精致，曲靖也想给自己烫一个，但又害怕回家遭到责骂。谁知老板娘却说，有一款发型只烫前面，完事之后还得再剪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于是曲靖便答应了下来。结果，我要的是这个。你给我理的什么呀？跟顶了个马蜂窝似的。就是这个发型啊，姑娘，你觉得有哪不一样吗？
刚开始剪都这样，你可能不习惯，姑娘。还行，没你说的这么难看吧？哎，姑娘，你。 哎呦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可以更好的衬托你了。从这之后，作为同桌的两人算是闹掰了。无聊的张雪只能在课堂上睡觉，班主任见状也只是白了一眼，然后就让一个男生站起来朗读课文。可男生就像嘴里塞了东西一样，含含糊糊的一个字也听不清。于是班主任便亲自示范起来。为人民服务，雷锋是永远不知道累的。